你喜欢上谁，或许从来都不是自己选的，那些你以为的巧合，说不定早在138亿年前就已经被写进了宇宙的规则里。要搞懂这个颠覆认知的结论，得从202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实锤的被爱因斯坦骂了20年的宇宙闹鬼事件说起。看完你或许会对命运、真实、距离这些概念有完全不一样的认知。我们活了这么多年，早都默认了2个颠扑不破的道理：一是自己的选择自己说了算，喜欢谁选什么路都是自己的决定；二是宇宙里最快的是光速，隔得远的人要传消息总得有个延迟，隔得越远等得越久。可量子物理偏要把这2个常识砸得稀碎，其中最离谱的就是量子纠缠。2个粒子只要纠缠过一次，哪怕一个扔到银河系这头，一个扔到那头，你动一下这个，另一个瞬间就变速度比光快10000倍，中间啥信号都没传，空的，就好像他们出生的时候宇宙就把他俩的命运焊死了。你说这事儿离谱不离谱？当年爱因斯坦第一次听说，直接骂了一句这是闹鬼，整整花了20年拼命要证明这是假的，和量子力学吵了半辈子，结果最后输得明明白白。量子世界的规则本身就和宏观世界的常识完全相悖。咱们宏观世界里一个杯子放在桌子上，你不看它肯定还在那儿，对吧？但量子世界里的电子在你观测它之前根本没有确定的位置，它同时在左边，也同时在右边，甚至同时在宇宙的任何地方。这就是量子叠加，听起来像胡说八道，这可是全世界最顶尖的物理学家花了整整100年做了无数次实验反复测出来的事实，不是猜的，不是编的，是实打实的结果。你就想象你抛了枚硬币，它在空中转的时候，你能说它是正面还是反面？咱们以前都觉得是还没落定，可量子力学说它在空中的时候真的就是正面和反面同时存在，只有等它落地被你看到的那一瞬间，命运才被锁定。这还只是开胃菜，真正炸裂的就是我们提到的量子纠缠。2个粒子一旦纠缠上，就像被宇宙签了永久合同，不管拆多远，一个在北京，一个在纽约，甚至一个在地球，一个在银河系边缘，你只要动了这边那个瞬间，就有对应反应，零延迟，连1纳秒都不等。这直接把爱因斯坦逼疯了。按他的相对论，宇宙有铁律，任何信息的传递都不能超过光速，光速每秒30万公里已经是天花板了。这量子纠缠倒好，说我根本不需要传东西，我们本来就是一体的。1935年，爱因斯坦憋了个大招，拉上同事波多尔斯基和罗森发了篇论文，就是大名鼎鼎的 EPR 悖论。他说这俩粒子哪是什么鬼魅关联，是从一开始就商量好了的，就像你把一双手套分别系到2个城市，打开北京那个是左手，你当然立刻知道纽约那个是右手，哪需要什么超光速？这个说法听起来特别合理，对吧？整个物理学界为此吵了快30年，谁也说服不了谁。直到1964年，爱尔兰物理学家贝尔站了出来，这个天才直接设计了个极其精妙的数学不等式，也就是贝尔不等式，相当于给这场争论找了个绝对公正的裁判。如果爱因斯坦是对的，粒子真的提前商量好了，那实验数据肯定落在某个固定范围里，要是数据超出了这个范围，就只能说明粒子根本没提前约定，那种瞬间关联是真的存在。舞台打好了，接下来就见真章了。1972年，美国物理学家克劳泽第一个动手做贝尔实验，不是好多大佬都劝他别瞎折腾，觉得没意义，他偏要做，结果出来数据倾向，量子力学是对的，但精度不够，还不够有说服力。10年后的1982年，法国物理学家阿斯佩直接把实验精度提了好几倍，结果非常清晰，贝尔不等式被违反了。可科学界最讲究严谨，马上有人挑刺说你这实验还有漏洞啊，万一2个粒子之间有啥我们没发现的暗号偷偷传消息呢？于是实验一代比一代严格。2015年，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干脆干了票大的，把2个纠缠粒子放在相距1.3公里的2栋楼里，测量过程完全随机，时间窗口直接压缩到纳秒级别，光跑1.3公里大概需要4.3微秒，而测量时间只有几纳秒，差了好几个量级，连光都来不及在2个实验室之间跑个来回，根本没有传信号的可能。结果呢，贝尔不等式再次被打破，置信度超过 99.9999%， 这下谁也没话说了。直到202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直接颁给了阿斯佩、克劳泽和塞林格3位科学家，相当于给这场跨越近100年的争论盖了棺。爱因斯坦关于隐藏变量的猜想错了，量子纠缠的瞬间关联是宇宙真实存在的物理现象。你肯定要问，既然量子纠缠是瞬间的，那我们能不能用它搞超光速通信？我在地球测一下粒子，火星上的人立刻就能收到消息。答案是不能，原因比你想的还诡异。你确实能瞬间影响另一个粒子的状态，但你根本控制不了你这边测出来的结果，它是完全随机的，可能是0，也可能是1，概率各50%，你说了不算。对面的人在测量之前也不知道会得到什么，只有你们俩事后打个普通电话，把结果一对照，才会发现两边的结果完美关联。单独看任何一边都是一堆随机数，啥信息都传不了。等于宇宙设了个极其精妙的规则，我允许你们瞬间关联，但绝对不允许你们用这个关联传话，因果律直接保住了。不过你可别觉得量子纠缠没用，它能干的事比超光速打电话厉害10000倍。2016年，中国发射了墨子号量子卫星，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名字还是取自2000多年前最早发现光沿直线传播的科学家墨子。他在太空中制造纠缠光子对，每秒能产生800万个
然后分别发射到相距超过1200公里的青海德令哈站和云南丽江站，在1000公里尺度上验证了量子纠缠的存在。实验结果以4倍标准偏差违背了贝尔不等式，是国际上第一次在空间尺度上完成这种级别的验证。紧接着2017年，墨子号就帮助中国和奥地利之间完成了全球首次量子加密洲际视频通话。这种通信的安全性根本不是靠复杂的数学密码，是靠物理定律本身。任何人只要想窃听，就必须去测量传说中的光子。可量子力学的规则决定了，你一碰它，它的状态立刻就变，通信双方马上就能发现有人动了手脚，根本没有破解的可能。咱们平时总担心个人信息泄露、支付密码被偷，以后用量子加密，这些问题直接从根儿上解决了。不管是普通人的日常交易，还是重要的机密传输，安全性能直接提好几个量级。更让人兴奋的是，量子计算传统计算机用的比特要么是0，要么是1，可量子计算机用的量子比特一个就能同时是0和1，多个量子比特通过纠缠连在一起，计算能力直接指数级爆炸。2019年，谷歌宣布他们的53个量子比特处理器用200秒就完成了一个计算任务，而当时最强的超级计算机做同样的事需要大约1万年。虽然这个说法在学术界还有争议，但方向是确定的。量子计算正在从实验室一步步走进现实。对普通人来说，这可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黑科技，以后要研发新药、模拟气候变化、破解复杂的工业难题，量子计算的效率是传统计算机根本比不了的。说不定以后癌症、阿尔茨海默症的特效药靠量子计算能提前几十年研发出来，这可不是科幻，是已经在推进的方向。而量子纠缠最让人着迷的还不是这些技术，是它对我们理解整个宇宙的颠覆。现在科学界有个大胆的猜想，叫1/2等于1p2。简单说就是量子纠缠和虫洞可能是同一个东西的两面。如果这个猜想最后被证实，就意味着我们看到的3维空间，我们感受到的距离，可能只是更深层现实投射出来的一种幻觉。当然，这目前还只是假说，科学家还在找证据。量子力学这100多年，其实给我们上了最重要的一课。每当人类觉得某个现象太荒谬、太不可能的时候，被打脸的从来都不是物理学，而是我们自以为是的常识。当年爱因斯坦说上帝不掷骰子，结果量子力学告诉我们，上帝不光掷，还掷得比谁都认真。爱因斯坦说量子纠缠是闹鬼，结果3位科学家靠证明这个鬼是真的，拿了诺贝尔奖。宇宙从来不在乎我们觉得什么是合理的，它只按自己的规则运行。我们要做的不是用已有的认知去否定未知，而是带着好奇心，带着敬畏，带着科学精神，一步步去靠近真相。很多人觉得量子物理是实验室里的玄学，和自己的日常生活八竿子打不着，甚至有不少商家拿量子当万能营销噱头，推出什么量子鞋垫、量子水杯、量子护肤产品，收割了不少人的智商税。这是目前关于量子物理最普遍的认知误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本质是大众对量子物理的适用范围没有清晰认知，量子层面的规则并不能直接套用到宏观的日常物品上，根本不可能出现所谓的量子能量、调节身体、改善肤质之类的效果。这类伪量子产品本质就是利用大众的信息差割韭菜，没有任何科学依据。其实量子技术早就已经开始落地，进入我们的生活，只是很多人还没有明确感知到。这是和我们息息相关的真实现状。现在国内已经建成了多条量子保密通信骨干线路，不少政务、金融领域的机密传输已经在使用量子加密技术。未来随着技术成本下降和普及度提升，普通用户的手机支付、个人信息传输、智能家居的数据交互都可以用上量子加密。从物理层面杜绝信息被窃听、被盗取的可能，我们以为遥不可及的前沿物理，是正在悄悄改变我们的日常安全体验。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量子计算的飞速发展也带来了新的潜在信息安全问题。现在我们常用的传统加密体系，不管是银行账户密码、社交平台的加密传输，还是区块链的加密算法，本质都是靠复杂的数学逻辑。传统超级计算机想要破解这类密码，需要几十甚至上百年的时间，基本可以认为是安全的。但量子计算的算力是指数级增长的，未来成熟的量子计算机可能只需要几分钟就能破解现有的所有传统加密体系。如果我们不提前布局量子加密技术的普及，未来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的信息安全风险，这也是现在全球各国都在加码量子技术研发的核心原因之一。基于这些，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核心鲜明的观点：人类对宇宙的认知永远没有边界。一些我们自以为颠扑不破的常识，往往只是宇宙真实规则的冰山一角。第一个支撑分观点是，科学的发展从来都是在推翻固有认知的过程中前进的。我们永远不要用现有的认知去否定未知的可能，就像当年爱因斯坦否定量子纠缠，最后被实验结果打脸一样。固守已有认知只会阻碍我们探索真相的脚步，只有放下偏见，用严谨的实验和逻辑验证，能一步步触摸到宇宙的真实规则。第二个支撑分观点是，那些我们觉得浪漫的宿命感和世界的连结感，从来都不是无厘头的心灵鸡汤，反而有最前沿的物理研究作为支撑。组成你身体的每一个原子都来自138亿年前的宇宙大爆炸，碳来自几十亿年前死去的恒星，铁来自更古老的超新星爆炸。从量子层面来说，你和你遇到的每一个人，看到的每一片星空，本来就有着跨越100亿年的深层关联。那些你以为的偶然相遇，一眼万年，
说不定就是你们身上的粒子在138亿年前爆炸时就已经纠缠过，现在只是跨越了漫长的时间，终于再次重逢。下次你再仰望星空的时候，别觉得宇宙是冰冷空旷的虚无，它其实是一张巨大的彼此关联的网。你不是这张网的旁观者，你本身就是其中一根不可替代的丝线。